大家好，一起和大家看每日一题 Shortest Path in Binary Matrix，主要是1091，中文的话可以讲成是二元矩阵里面的最短路径，所以这是一个最短路径的搜索问题。题目给定一个方阵，边长固定是分成的，然后要求我们返回从左上角当成起点，走到右下角终点的最短路径。然后题目有规定，它的走法是八连通，也就是除了传统的上下左右4个方向之外，还可以往右上角、右下角、左下角和左上角去走。比较通俗的讲，也可以想成是东南西北、东北、东南、西南、西北都可以走，就是你每步探索的时候有8个方向。然后最后的总路径长就是你探索的格子点数目。好，题目有给我们几个例子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例子是0110的方阵，那起点在左上角，终点在右下角，所以这其实上是一个简单解，因为它就是只是要展示说起终点的位置而已啊。因为这一题的走法是8连通嘛，所以你每次探索的时候是可以往右下走的，就是右下、右上、左上、左下和上下左右这8个方向都是可以。所以最优的解法就是直接从左上角跨一步到右下角，从起点直接踩到终点，这样长度就是2，一个格子、2个格子，最后总长是2，最短路径是2，因为是唯一的路径，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而已。第二个例子，它给我们矩阵000、110、010，问我们最短路径是多少？那最短路径的话，你可以从起点往右、往右、往下、往下，路径是多少？这样路径长度是1、2、3、4、5。那其实还有更短，因为这个是8连通的领域，所以其实可以这样子，从起点往右、往右下、往下，这样长度就会是4，一个格子、2个格子、3个格子、4个格子，所以最后最短路径就是长度为4。第三个是给一个提示说有可能找不到，那这边的例子是给100、110、110，那我们可以画图来解100、110、110。那它等于是把一开始左上角的这个起点给挡住了嘛？左上角的起点其实在这里的，那找起点被挡住就不可能有方法可以走到终点，所以这是一个也可以算是简单解啊，就是暗示说题目可能会把起点或是终点给堵住，那堵住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返回复，代表没有路径可以从起点走到终点，因为要么是起点被堵住了，要么是终点被堵住。那这个范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起点有可能会被堵住。好，我们来看约束条件。约束条件第一个说 n 就是它矩阵的边长，因为它是方阵，所以它的2个方向，不管是水平方向还是垂直方向，它的边长都是1。然后这个 size 最小是1，最大是100，所以这个规模看起来是不大，但是从这个图的说明来看，它是一个标准的最短路径的图论演算法，它会卡一个常见的，比如说深度优先或是广度优先的复杂度。那以这个方阵来说，它图最大就是 n 平方嘛，卡一个复杂度上限是 n 平方，是蛮有可能的，这是一个基本的推敲。第四个是每个格子点里面只有2种可能，一种是可以走过，就是0；一种是1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有障碍物卡住，或是它上面有墙，就是撞到墙不能前进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想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来想的算法 ？OK， 那我们来先看一个大规模一点的例子。这边在这个图中，我造了一个比较大的矩阵，是一个5乘5的矩阵，起点一样是左上角，然后右下角一样是终点。那其实可以怎么做？前面在图论那个演算法，我们已经介绍过，广度优先，也就是 BFS， 有一个最短路径的性质，因为它的本质是同心圆扩散。那我们现在假想，我们起点这边有一个波源，或者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起点这边有一个扩散点，比如说是一个水彩颜料的扩散点，在某些题目它会讲成是病毒的扩散点，或是比如说在有题应用题它是讲水果，它把它讲成是一颗烂掉的橘子，然后这个橘子上面的病毒会往外扩散，这边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点波源，每一个周期可以向8个相连的邻居扩散它的水波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在起点，那下一个周期呢，点波源可以扩散到2嘛，可以扩散到3嘛，所以想成水波纹路的话，你可以看成是一开始在这边，然后第2个周期、第3个周期、第4个周期，然后这边是第5个周期嘛，这边是4，然后这边就是5，然后再往下呢，往下这边是同一个周期，因为你是8连通，所以这边可以从5扩散开来嘛，所以这边是6，到这一步呢再扩散，所以这边7，这边8，那到这边的时候8可以扩散这么多嘛，所以这2个是同一个，所以这边是9，然后9这边又同理，9它一次可以往8个相连的邻居扩散嘛，所以这一级到这边都是同一层。我故意往那画是表达这个8连通的特性，其实画满的话对9来说它是可以往这边扩散的。这边是一个示意图，然后10又可以再扩散嘛，所以10再扩散的话，它这一层就会到这里。
边是11，那11可以再扩散一个，然后再下一层就到我们的终点，所以最短路径是这样。那有了这个想法，就是我们可以从最短路径想到点波源扩散，然后想到我们的广度优先演算法，变成说我们可以从起点到一个 Q， 然后每一次就是往外推一层，推的层数我们可以这样抽象表。现在我这个当下点坐标，假如在 XY， 它可以怎么长？它可以上下左右都长，也可以向右上、右下、左下、左上都长，所以总共会有8个探索可能的方向，东南西北、东北、东南、西南、西北都可以。那为了要在实现演算法的时候快速造出8连通的邻居向量，我们可以这样做。这个到时候在程式码中有看到，我们可以建造一个10-1的向量，然后再对自己10-1做一个卡式积。卡式积就是把对的点坐标造出一组配合，所以一开始是1和1造出这一组，然后1和0造出这一组，然后1和-1造出这一组，然后下一个换到0，0和1造出0-1，0和0造出0-0，不过0-0我们不需要，因为0-0就是当下自己的格子点。然后0和-1造出这一组，然后-1和1造出这一组，-1和0造出这一组，-1和-1造出这一组，所以用这一组向量做出的卡式积，就可以造出8个探索的方向，也就是8连通的邻居，分别是右下、向右、右上、向下、向上、左下、向左和左上，这样都有。这个到时候在程式当中也会看到。OK， 那到了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有 BFS 演算法，还有8连通的探索向量，那我们就已经有个基本图形，就是点波源就是从起点开始，起点就会是0-0，然后每次探索的时候从这一组8连通的向量去拜访我们的邻居。那假如邻居没有在界外，而且邻居没有被黑色的这些障碍给阻挡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下一场 Q 依序探索。那这个把邻居放到 Q 下一场探索，就呼应到一开始我们的点波源的扩散模式。每一场就好像起点这边有一个小石头丢到水中，或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海啸的中心位置。那每一个周期，这个水波或是海浪就会向外扩散一层一层一层。那尽管有障碍物，但是它的扩散速度是不变的，所以每一个周期遇到障碍物，它还是会向外推、向外推、向外推。所以当这个波前，也就是水波或是海啸的最前面那一股波浪抵达我们终点的时候，这时候的周期数就是我们的最小步数，也就是我们最短路径。你用物理上来比喻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想成是每一个周期波浪的波前，当它抵达终点的时候，对应的周期就是我们的最短路径。那现在有了这个演算法，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的实现代码分析。那因为想到 BFS 广度优先，想到广度优先，很自然就会有一个探索的 Q。那探索的 Q 一开始里面放什么？一开始放起点的坐标，就是左上角0逗号0。那这个1代表什么？1代表步长。还有刚刚讲到，每一次探索的时候，我们会需要一个8连通的邻居的位移向量，这边就是对应的把那8个位移向量透过卡式积的方式把它造出来。这边好处是我们就把它固定写在一个变数里面，这样就不用每一次都还要去手 key 那些位移向量，不然这边长度蛮长的，这边就可以省下每一次内圈拜访再重新制造的时间。那一开始起点进来步长是1嘛，然后为了避免重复搜索，我们就把起点这边也 mark 成1。mark 成1的意思是因为这边前面已经拜访过了，所以之后被拜访过的格子点，我们就会把它标记成1，避免重复搜索。接下来就是开始 BFS， 就是用广度优先演算法一层一层往外推，就像刚刚提到的点波源或是地震海啸往外扩散的那个例子，现在中心点在0逗号里，然后每一层波浪往外推一个，所以就是从当下的点坐标出发，取得当下的步数。假如我现在当下的点坐标已经到终点了，那现在的探索步数，也就是最小步数，就会是我们的最短路径。也可以讲，现在波浪的最前面那一股波前已经抵达我们终点，所以现在的周期数就会是我们的最短路径，也是我们的最小步数。那假如还没抵达呢？还没抵达的话，就用我们刚刚前面这边造好的8连通的邻居的位移向量，把位移向量加上当下点坐标。假如邻居在界内，没有超出板子的界外，而且这个邻居是可以拜访的，就是这个邻居没有障碍物阻挡，那我们就把邻居标记成已经考虑过了，不要重复拜访，而且把邻居加入下一层 Q， 然后步数加1，一直反复迭代。当某一层波浪的最前面，波浪的波前，或者是水波的最外层的纹路已经抵达终点，那当下的周期，也就是当下的步数，就是我们的最短路径长。
最后一开始还有一个边界条件要处理，因为题目说起点或终点有可能被阻挡。刚刚范例在影片示范，起点也有可能被摆上障碍物，所以当起点或终点上面有障碍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快速的返回负1，因为这时候根本不可能有路径从起点抵达终点。好，这边来快速测试和提高我们的程式码。啊，没有问题，这是一个非常高效 PR91的一个算法。然后我们来分析我们的复杂度，整个成本就是 BFS 探索成本。那空间上来说，如果是我们矩阵大小，因为最多就是拜访矩阵上的每个格子点，最多拜访一次。因为我们每次在拜访的时候，只要被曾经考虑过了，就会把它标成1，避免重复搜索。那空间呢？空间上的成本就是我们 BFSQ， 就是广度优先驻列的长度。那这个 worst case 就是最长路径，也就是几乎拜访整张图。当图中充满障碍物的时候，最长的路径就是像我们刚刚这个范例的，最长就是可能中间每一条都充满障碍物，最长路径可能会长成这样子，或者是长成这样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路径会几乎等于我们的输入矩阵大小，也就是 big O 平方，因为题目已经讲边长两边都相等嘛，所以最长就是 big O 分平方。好，以上是这一题的分析与讲解。那假如是对图论理算法已经有点信心度、比较熟悉的同学，强烈建议跟着做这一题高度相关的连伸题，编号是994 Rotting Orange。那这一题的题目会用到我们刚刚广度优先拜访技巧。OK， 好，以上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析与介绍。假如还有不懂或者想要发问的，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也欢迎推广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或者解题的同学与朋友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